大家好，两大名人撑场，无数大 V 紧张，这就是王一博的无名，带给所有心心念念的摩托姐姐们开春第一份的成绩单。有意思的是，无名的导演、满江红的编剧各自都有话说，而且双方既有殊途同归，也有分道扬镳，这就让两部电影的话题度双双爆出了爆米花和影评家特有的口吐芬芳。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曾经铁口自问过红色暗战、血浆爱国的无名，为什么一定要选在合家欢庆团圆的春节档上画？首份成绩单面前，这答案终于揭晓了。超懂人间话术的王炸姐姐赵丽颖的伯乐，一句话拆开两半，就刚刚好揭开了2023年年初发生的内娱最大 IPO 谜团。如此看来，赵丽颖自我卸掉流量的包袱，其速度果然超过了于师傅的脑回路。春晚过后，春节档的大比拼果然让无数人各自欢喜各自愁。很多艺人主演的电影上映之后，都会有很多圈内的好友主动宣传，关系更好的朋友都会包场。每次到这种时候，也能够看出娱乐圈中的一些友谊。前一段时间，邓超导演的中国乒乓一直都在宣传，几乎有半个娱乐圈中的艺人，超过上百位明星为其转发宣传。所以很多时候支持一方面是因为影片的口碑真的很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主演演员的人缘比较好。近期有多部贺岁档影片陆续和大家见面了，除了网友和粉丝之外，娱乐圈中的艺人也都纷纷奔赴电影院支持，不同的艺人也都为自己喜欢的电影加油助力。然而对比来看，网友们的态度截而不同。其中，申万我好感度蛮高的演员张歆艺到电影院观看了由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的《无名》。这部电影从拍摄一直到前期的宣传，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而且题材比较特别。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民国时期，但影片中加入了很多喜剧成分。张歆艺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在个人社交平台为其宣传，并且承包了粉丝们的电影票，真的是非常暖心了。除此之外，他还在评论区留言提到了观影过程中的一件趣事。王一博在这部影片中出场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女粉丝一直都在高呼王一博实在是太帅了，他觉得这位女粉丝真的非常可爱。更巧合的是，这位网友还在评论区中和张歆艺互动了，而且张歆艺在现场还和几位粉丝朋友合照留念。不得不说，申万我果然没有走眼，这个美女张歆艺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偶像包袱的一位女演员，合照的氛围也非常好。申万我感觉对比85花赵丽颖，或者说85花杨幂，这个80花甚至比杨幂还要会来事。目前为止，不少看过的观众自然而然的为无名点赞打 call， 表示王一博的演技是得到了巨大发挥的。其中某位14万粉丝的原创博主毫无讳言，直接认可了王一博的演技。他说演得比唱得好，唱得不如跳得好。只是申万我有点好奇的是，他的结论是对比了深海乒乓和无名之后得出的，所以得出了无名很高级很牛逼的感觉。然后呢，他说一睹周迅的脸，不服不行。说到这，申万我说句实在话，如果只看到了这位博主的结论，而没有看到更多跟重点沾边的能够刺激路人的论据支撑，申万我还是会欲语还休的。那么您觉得呢？比方说，有一段是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和黄磊饰演的张先生两个人在宾馆里交换情报的那段剧情，最后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何主任接过了张先生递过来的枪，此后的剧情就直接快进到了何主任擦掉自己袖口上的血这个画面这里。这一段剧情明晃晃就是省掉了剧情的经过，于是吃瓜的大家就会推测，应该是何主任杀掉了张先生。可是反转很快来了，下一段剧情的画面，陈小姐回到家推门而入，张先生冲她回头一笑，相信不少人都会秒懵，而不是秒懂。难道说何主任杀掉的人不是张先生？那他袖口上的血究竟要怎么解释？其实这完全就是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剧情，这就是无名这部电影的另一个特点。它随时可能从顺序的方式切换到倒叙的方式，也就是说采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拍摄手法，倒叙插叙的灵活运用，层层解开的谜题。因此，看这部无名的最大爽点是通过疑似缺失的那一小段剧情，去脑补被切割掉的剧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后当真正的反转出现的时候，会有那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猜谜感觉。说白了，这种成耳的玩法，让无名实际上还是回归了一部小众的电影。是的，和满江红完全不一样的是，无名这部电影很多人会难以接受，因为它的理解成本是别的电影的好几倍，也就是说，要求观众全程待着，忍住尿点，仔细思考。而且2个多小时不能玩手机，也许你低头回消息错过的几个画面，跟着你就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了。但凡走了个神的功夫，观众就被下一段的剧情整得云里雾里。因此，这部充满文艺情怀的悬疑大片《无名》注定了就是一部不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电影。喜欢它的只能是喜欢推理剧情、喜欢大量烧脑的那部分观众。无名的推理思路并不难，只是需要不停的动脑。可春节是什么时候？忙碌了一整年的观众来看电影，就是图个休闲、安逸。谁没事跑到一部悬疑推理的电影里面去动脑筋呢？您说对不？而且为此，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申万我之前也没少为此担心，因为无名的电影宣发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拧巴感，营销看起来像个超级商业片。后来发现被吸引来的观众都看不懂，零团队不是盖的。那么您猜为什么这部烧脑费脑的大片为什么一定要选在春节档？原因其实太简单了，不是电影，不是博纳，而是王一博，而是乐华。有趣的是，同样面对一个对艺术、对故事要求极高的大导演张艺谋，满江红的编剧陈宇在接受最新一期的采访中直言说自己非常注重原创性，同时会考虑商业元素、意识形态表达和大众趣味。一部商业属性的类型片，一个情节密度较高的剧本，反转是基本的诉求。陈宇说，大家团队写完上一场戏，不论是台词还是设计，第一个出现在脑海里的必须擦掉，换一种台词，换一个设计，然后再删掉，写到3次以上才有使用的可能。大家逼着自己，不能让观众预估到下一个动作反应与台词设计。这也是商业类型片必须要做的，编剧要把自己逼到墙角。陈宇认为，如果编剧舒服了，观众就不舒服。申万我说到这，真的超级佩服这位编剧陈宇的超级认真和过人心态。如果编剧舒服了，观众就不舒服，这句话说的真是深得我心，引发强烈认同。赵丽颖现在参加庆功宴或者其他活动的时候，基本上能少喝就少喝，虽然酒量也不差。反倒是剧组组局时比较放心，愿意多喝一点。这种小心机同样让申万我非常共鸣。如果编剧舒服了，观众就不舒服，这句话放在赵丽颖身上调过来理解刚刚好。在一大波无名的短评当中，申万我居然发现了这么一个5星级的搞笑影评，也就是说他给的是5星，但是他的内容却是异常的搞笑，也就是没有一个镜头浪费，连路过的狗都会演戏。那么您觉得这个5星的影评让走过路过的路人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出什么样的第一观感呢？于是乎，赵丽颖的伯乐于正也不寂寞，第一时间就来凑热闹了，而且还是明晃晃的2分法，写了一段关于无名的观感，也就是无名虽然观看有门槛，对普通观众不友好，但我还是很喜欢，2刷了。导演的美学、对人性的把握、叙事手法，对新演员的调教都是一流的。这句话申万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反正申万我对普通观众不友好这句话很触动。原因申万我刚刚好也聊到了，但是呢，他的2刷理论果然情商很高，您说对不？坊间有句戏言，也就是说，看一个春节档电影成功与否，最直接的检验标准是票房是否超过了《熊出没》。而据灯塔专业版显示，目前为止，《熊出没》以2.26亿票房暂列第3，超过无名。虽然无名的2.01亿相差不多，但是 11.4% 和 13.0% 的排片占比则更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申万我一直强调的，无名并不适合春节档，此片全靠摩托姐姐的保驾护航和倾囊相助。在摩托姐姐的努力下，从微博到小红书，从豆瓣到猫眼，从电影内容到门槛，这场无名口碑炸裂的大戏席卷了互联网的角角落落。这些曝光度明晃晃对现在的王一博而言极其重要，因为申万我申巴硬核过，在2023年的1月19日，
王一博所在的经纪公司乐华终于在第4次冲击 IPO 成功，因此王一博也从打工人摇身一变成为王总。此时此刻，无名作为他转型后的第一部作品，因为王一博如今迫切需要向资本和市场证明，王一博拥有强大的商业价值。与此同时，众所周知的像乐华这样顶流依赖症的公司并不少见，但是能上市的公司却寥寥无几。此前与鹿晗深度绑定的公司风华秋实也曾5次冲击 IPO， 屡次冲击，屡次失败。中国企业家指出，资本不看好风华秋实的最大原因是过度依赖鹿晗，在其招股书中提到鹿晗超200次，几乎涉及了风华秋实所有重要业务。这样的问题在如今的王一博和乐华身上依旧突出。类似的，当年风华秋实也曾提出鹿晗概念股，然而根据招股书，当年鹿晗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最高仅为 25%， 远小于如今王一博的 58.58%。从2020年开始，乐华娱乐营收增长的 80% 以上来自王一博。说到这，Shin我只能说1000到1万，说到底，为了对赌协议，乐华刚刚亏本上市，公司盈利主要靠顶流王一博，肯定这一次这个月一定要力捧下去，力争到底。王一博的号召力和含金量决定了在2级市场能不能吸引到广大的散户接盘。于是乎，大家都看到了，作为第3主演的王一博，这个月四处飞，跟着导演到处去宣传营销。而男女主演梁朝伟与周迅完全隐身日本度假的度假，过年的过年，产生出了强烈无比的反差感和悬念。为此，Shin我几乎天天都在追踪和深扒。当然了，与此同时，摩托姐姐为主的数据女工辛勤耕耘的身影，也是如影随形，力撑到底。Shin我已经聊过了，在猫眼和淘票票平台上，无名观影的男女比例是最夸张的，打分想看的几乎都是女性。也就是说，高达 90.8%， 坐实了无名就是一部如假包换的真爱粉丝电影。粉丝力量并不足以改变局势。最近，新浪娱乐率先指出，对于春节档几十亿的大盘来说，无名预售并不算多。知名的发行代表花花也跟着指出，粉丝冲预售对于排片的影响肯定是微乎其微的，而在实际的影院排片中，几乎不会去考虑主演粉丝量的问题。毕竟，现在无名排片占比已经低于熊出没了。Shin我可是神早就铁口提到过的，影评比这次冲票房的行动重要100倍。现在，著名的电影博主毒丝儿说，此片在春节档中最先脱颖而出，他要3刷。而与此相反的，号称看了822分钟的娱乐号罗严肃给出的评价是，此片专属王一博和梁朝伟的爱好者，梁朝伟加王一博已经足以说明该片是多么令人左右为难。这位拥有 28.8 万粉丝的大号罗严肃称，用王一博演戏 99% 的情况是错误，也许还有 1% 的可能性，正好有个他能演的，但不是现在这样。当王一博扮演重要角色时，错上加错，他哭的时候镜头都不好意思拍太久，他的眼泪，他的面部，只好让他胳膊遮住脑袋哭。这2位知名的毒舌彼此枪声，的确让吃瓜群众左右为难了。问题是，相比之下，毒丝儿没有具体给出3刷的硬核理由，这也再次让喜欢硬核的Shin我小小失望了。因为影评，重要的事情说3遍，打动路人的不是结论，而是硬核。目前为止，无名想看人数 8.8 万，满江红想看人数 6.8 万，明晃不可能是人数不够才没开。因此，不少人表示说，无名是不敢开分，怕开出来的分数太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我的确也有此类担心。因为这个月王一博的付出实在太大了。关于对赌，大多数人还停留在电影保底发行、电视剧收视对赌的概念上。其实，明星参与的与影视公司的业绩对赌早就泛滥娱乐圈了。5、6年前，文投控股的天价重组计划，让杨洋、宋茜都因此晋升资本新贵。其中，杨洋作为重要明星股东参与了业绩对赌。明星参与业绩对赌，除杨洋外，范冰冰、吴奇隆、刘诗诗、杨幂、杨颖、冯绍峰、张国立、冯小刚、高希希这些名人大腕，其实都实际参与过。
对赌协议的出现为资本和明星的双赢提供了可能。只是如果因此出现只顾业绩不顾作品质量的情况，蒙在鼓里的依旧是那些闭眼吃瓜、为爱买单的广大人民群众。新万我聊过多次张艺谋、满江红以及易烊千玺，要知道易烊千玺这个人转型的跨度之所以达到惊人的程度，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和尚不近女色，这程度明晃晃很多人都做不到。有时候对自己狠的人，成绩也是狠的。当然了，新万我也必须赞一赞王一博和吴明，因为王一博在面对日本人时全程日语对话，真的让人感到这部电影的精致和演员的魅力与努力。宣发有时候抓住重点就能以逸待劳，事半功倍。团队，这不是空话。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必须强调另外一点，那就是王一博这次全力出击的无名以及亲情对赌的业绩。说白了，还是大环境造成了。过去3年，中国影视娱乐行业进行了巨大调整，主流化开始越来越重要，其背后不仅关系着个人事业空间，也意味着更广泛的市场变现能力。刚刚好，先知先觉的赵丽颖去年2部剧，恰恰稳固了她的剧圈地位，很多现在拉不到的投资、被耽搁下来的项目有在给她递剧本，只要是她看上了，投资这些就不是问题了。赵丽颖是因为去年2部剧的播出影响力，接到了春晚的邀请，很早就开始在准备了。与凤行杀青后没有忙着连轴转，也是为了晚会做准备。她今年也是大热，不说其他的，光看她上春晚的好状态就知道了。红气养人不是白说的，赵丽颖下部戏还没有挑好，她现在挑选本子比较慎重，毕竟她在电视剧圈已经是顶格待遇，不能坏口碑。最后，新万我不得不再提一提，新万我之前老早铁口过的满江红低调宣发的神秘钥匙，也就是说，对比整个一成不变黑色底调的无名海报，形同喜报一般的满江红新款海报，一派喜气洋洋和大红大紫，而且副标题居然还是悬疑管够，笑到最后，笑到最后这一句算是彻底通杀了所有春节档路人观众的精神需求和购票软肋。团队。